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五哥分享。今天分享的是由303 Toys 最新出货的董卓，一步到位，做一个详细的开箱分享。大家别忘了给这个视频点赞，细细的看五哥分享。包装盒延续了之前303一贯的风格，直接打开。珍藏证书，董卓重影人物志使用说明，这是第一层的布局，董卓豪华版第二层的布局。这次董卓的旗帜呢，整体是一个刺绣的工艺，加上两侧的这种装饰，非常有意思啊。两侧的下方还有流苏，董卓的斗篷领子还有落毛的设计，里侧是黑的，外侧是红色的布料，这跟之前貂蝉有点像情侣装啊。董卓的长剑剑鞘的配件也是铜制的，棕色的剑鞘是 ABS 的材质，剑刃的部分也都是纯铜的材质。剑柄握把处的细节，握把底部的细节，旗杆可以合二为一，下方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地台支架，左手剑指的手型，右手半抓握的手型，一对实心的握拳手型，另外一只左手握持手型，那两个呢肯定是在人偶身上。调节可动眼的小配件，还有董卓的地台底座，下方有个防滑垫，中间是旗杆的孔位，细致程度确实比几年前要好很多啊。董卓的凤翅头盔，盔体的部分好像是真皮的材质，但实际上它做了一层亮油的涂装，整体呢是一个纯铜的材质。这种心思我觉得挺有意思啊。然后再看一下白色边，盔旗以及红色的盔缨、眉臂两边的凤翅。盾线的包边处呢，它是真皮的材质，上方的甲片是纯铜扎制而成的，甲泡是金属的，两侧的护耳。头盔里侧，我认为啊，它的这个质感还可以。乍一看这个盔体啊，以为是牛皮的材质。这个董卓的本体呢，我刚才量了一下，将近33厘米。董卓这个身高有这么高吗？按照惯例，先把头雕给它拿下来。我们正常视角下看到的董卓的头雕1:6的比例，发髻部分是磁吸附的，开箱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啊，我没有调节，也没有去打理。下方胡须的部分是直胡的工艺，如果你想让它收缩一下，可以用发胶稍微的弄一下就可以了。303对于三国系列的人物呢，照影视剧里面都有一定的魔改，它往演员上靠，但并不完全是演员的一个模样，会有自己的一个修改，这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清楚。我们稍微调节一下它的可动眼，董卓的上方是一个胶发，咱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一身甲胄的部分。头雕的连接件是这样的，带有一个磁吸附的，护颈的部分是独立的分件，红色的束甲绳，两个圆形的胸甲，包边处是真皮的材质，甲泡也是金属的，肩膀上的连接皮带、兽臀肩甲，这都是纯铜的材质啊。包括这些装饰，包边处用了3层，最外侧这块呢也是真皮的材质，里侧就能看出来是一个真皮的。这个披脖肩甲的部分呢，我个人觉得如果能稍微塑形一下的话会更好。可以看到腰带以及腰间兽臀的部分非常的大啊，这个腰间兽臀，然后下方有一个落毛，这款还附送了一个小的腰间兽臀，这点很不错啊，买1送1。可以看到里侧这个衣服啊，包边也是真皮的，红色的外衣，小臂甲整体的细节以及涂装。手型的部分大家看到了吧？一对握持，然后一对半抓握，前裙甲，侧裙甲的两侧还有一个装饰比较薄啊，另一侧也是有的。这个位置呢，它是真皮的材质，叠层设计的，我觉得这一点设计的还挺好，而且上方还有金色的甲泡，不错啊。黑色的长裤，小腿甲，金属的材质，鞋子的部分呢也是金属的材质，而且非常的紧，比较紧实。里侧的球关节也是金属的材质，鞋底的下方加了防滑垫，腰间束带的部分呢还有金色的图案，两边都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拆第2箱太师董卓。拆开后，里边的包装盒跟之前的貂蝉颜色是一个撞色。董卓的说明书 OK， 有第2层。这两把武器几乎是一样的，情有可原，毕竟都是董卓的武器嘛。做旧的部分其实稍微有点区别，大家拿到手之后呢，每一把武器应该都有一点区别。哎，里边还有一把七星宝刀。这把宝刀呢，大家知道它的由来吧？当时曹操要行刺董卓，然后被董卓发现了。曹操啊，灵机一动，把这把宝刀献给了董卓，史称孟德献刀。但这把宝刀最开始持有者啊是司徒王允，连接的位置这个做工啊稍微有点差呀。地台支架，这是一顶黑色谢志冠，整体是硬的 PVC 材质，银色点缀的涂装还可以，带有一定的软度。一对实心的握拳手型，一对握持的手型，一只左手剑指手型，调节可动眼的配件，带有莲花发钗的发髻一个，磁吸附的同款。接下来就是太师董卓主体的部分，它的整体身高啊，我刚才量了一下，大概在31厘米，也就是说比之前矮了2厘米。头雕的部分是可动眼，跟之前头雕我感觉是一毛一样。如果你不打理的话，
感觉有点缩脖子，所以大家在拿到货的时候一定要打理打理。还有就是它的腰带的部分，可以看到宝玉的部分，大家一定要放在碧玺的正中间。打理的思路呢，一定要让它看起来很顺眼，然后碧玺放在中间，宝玉腰带也放在碧玺的中间。腰带上还有玉佩的装饰，看起来还比较高贵。袖口处呢是有铁丝可以凹造型，白色的袜子，鞋是可以脱下来的，鞋底的下方里边呢是一个关节塑体，外边。在外边，哎，这个位置它是有铁丝可以凹造型的。把外面这一层脱下来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还不错。如果你戴上之后，看起来就有点缩脖子的感觉。咱们可以把领子外翻，这样看起来会更好一些。这次董卓马具的部分呢，是有一定的升级，有细致的地方，也有稍微糊一点的地方。下方这个位置呢，它是用胶水粘的。你可以看到，我这个呢，有的也是脱胶了，还得自己重新再粘一下。还是大家后期啊，用更好的一些胶水给它粘上吧。咱就是有一说一啊，这个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咱们看一看这个位置，铃铛，它用了金属的材质。做了一个包边，加上这种红顺顺的这种感觉。马面甲做了一些金属的材质，马缰绳这次比较厚重，不错的啊。马鞍它的这个包边用了金属的一些材质，这点我觉得是不错的啊。另一侧花了一些小心思。马蹬子是金属的材质，然后就是这匹黑色的绝影战马。如果你不放马具的话，我觉得也挺好看的。咱们先看一下它的马头、眼睛涂装，包括嘴的部分的涂装，做了一个亮面这种感觉。马鬃毛我觉得是刚刚好的，造型呢就是这样，然后后方马尾巴呢它是可以凹造型的，肋骨的细节，包括上方的皮肤质感，整体的这种感觉，我觉得这匹马可以用在一些欧甲或者是日甲上也都可以。哎呀，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叫303为马场，不是有猴场吗？不如猴场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303也可以称之为马场。兄弟们，这个董卓和貂蝉，你看董卓的手放在哪里了？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303的这款貂蝉，它不是那种很让你惊艳的那种美女。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貂蝉肯定是要比之前吕布那个貂蝉要好太多了。303的东西啊，整体搭配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唯一遗憾的就是马具的一些小细节。后期我用胶水重新再粘了一下，它的这个头雕看起来我感觉眼睛很大，但后期呢搭配起来整体的效果还可以。我认为这款董卓呢有303的特点，这匹黑色的绝影战马搭配其他的招，我觉得是可行的。董卓的腰间兽吞呢，这次给了2个，这点我觉得很好啊，买1送1。这次 WF 展303没有展出一些古代的人偶，实属有点可惜。不知道303是不是要准备一盘大棋呀？这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是我觉得303还是会出更多的一些好玩的东西。对了，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2个点，一个是马甲的部分呢，它是纯铜的胸甲，我刚才组装的时候还弯了一弯，能弯。旗帜整体的高度在58厘米，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得60厘米才能够。以上呢就是整个开箱的部分，相信对于喜爱这款董卓的玩家啊，一定会有帮助的。那么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视频记得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分享是爱，爱着分享。我是五哥分享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